们来关心一下我们环境的问题哦，包括日本的核废水现在已经排放入海了，而且要一排放持续30年，这对我们的环境有什么影响呢？其实现在都说不准哦。我们看到，包括韩国的大学生哦，在事件一开始的时候，4天前就跑去抗议呀、跑去哪里？闯这个日本的大使馆去抗议了，因为韩国大学生蛮有这个抗议的这个血意跟传统。过去我们看到，在这个首尔街头，都有很多大学生为了各种各样的 issue 在做抗议。而另外，日本、韩国的国会议员呢，都发声了，因为代表的是民意嘛，都说要赶快停止核污水的排放的作业。您看到这一张图，密密麻麻的都是人，每一个人手上都拿着抗议标语，这是来自于日本各地的民众，大概有500人啊，还有一些日本在野党的议员，他们来到了福岛盘城的海边集会，要求日本政府立刻停止污水排海，而其中也有4名韩国的国会议员也加入了这个集会啊，那他们的目的当然是向日本抗议。您看到的这是现场的画面，包括来自南韩的4名国会议员也加入了。他们觉得说这件事情其实还有必须这个立刻阻止，因为他们不太相信这个所谓的日本政府说的说法以及他们认为这中间有很多政治的算计，不完全是科学证据。而日本政府到底能不能够说服大家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是共同民主党的代表，这是南韩的李在明他说话蛮严厉的大家来看看，他说核废水排放等同向太平洋沿岸的国家来宣战。日本过去曾经发起太平洋战争，现在又以环境犯罪的形式残害世界人民。尹锡悦是日本人的走狗，请不要做日本人代言人。他骂他自己的总统，骂得很凶啦骂得很难听啦我们看到韩国的场景是5万人上街头抗议，并且有民众做了这一张图。这张图是什么？是尹锡悦这个他被画上小胡子，小胡子代表什么？日本过去军国主义的代表所以他们认为尹锡悦其实就是日本的代言人现场人民抡起了拳头，这是来自南韩的怒吼所以你说大家都觉得 OK 吗？好像也不尽然。因为台湾我们的反应非常的静悄悄，我们很 calm， 我们很冷静政府告诉我们没事，所以我们没有抗议。可是你看看日本，你看看南韩，其实是有的5万人，数量蛮多的耶。观众朋友，你看看日本福岛当地最大的港口，现在呢 New Talk 的报道是说有爆发民众抗议，南韩政府要求企业、学校多吃海鲜，他们觉得很生气这是来自南韩，他们觉得说奇怪了，你们现在看到日本当地人都有民众抗议，你尹锡悦，你身为我们的总统，你还要求我们的午餐菜单都加入国产海鲜，希望消除民众的疑虑，觉得很怪你要我们多吃海鲜，这样有道理吗？包括您看到尹锡悦他上台之后，他跟美国看起来关系的确蛮好的，他个人跟拜登见面就好多次了，我都忘记有几次了所以呢，我们看到来自于南韩的幕僚的一个说法他说尹锡悦自从开始接见国家领袖，因为他会跟很多国家领袖不是会有一些会面吗？就常常这些其他国家的领袖就会跑来跟尹锡悦说，拜托尹总统，你可以帮我向拜登总统转达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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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好像看起来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这个跟拜登总统非常麻吉的一个领导人，所以其他国家的领导人要透过他的嘴去跟拜登表达事情或是请求事情，所以南韩的高层对这个现象感到很惊讶，他没有说是好还是不好，他觉得非常惊讶。而另外呢，日本最新的民调出来了岸田的内阁支持率已经跌到新低26%，这是在日本福岛核废水排海之后的最新民调。也有一些报道显现出有一些海鲜的确滞销，那也有法国人到街头采访日本年轻人对于这件事的看法，我们来听听看。Moi je suis japonais, donc c'est de l'eau traitée, donc normalement ça devrait respecter les législations et les droits internationaux. Mais... La mer ne pourrait plus manger et aussi la pollution.
所以问到说，这个排放污水，他们说，这个已经经过处理了，应该 OK。可是要不要吃海鲜，敢不敢吃海鲜，就有一点点迟疑了。可能民众自己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疑虑。我们再来看看现在中美在南海的较劲哦。现在看到准航母出云号第一次停靠到菲律宾，日本的自卫舰对司令官说，这是要对准中国的哦。来自美国第7舰队的司令说，必须遏制中国在南海的挑衅行为。什么样的挑衅行为呢？我们看到，包括跟菲律宾的冲突也是其中一桩啊。仁爱礁的这个补给，还有一些各种的这个任务啊那中国大陆当然觉得说你菲律宾在搞鬼所以我们看到菲律宾8月22号成功运送了新的物资。五角大厦的官员说，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向菲律宾来提供协助来阻挡中国的阻挠然后呢，这一个所谓成功的补给任务，有记者采访，他说，当时有美国 P8海神式的海上巡逻机在上空飞行了3个多小时，在做一个护卫的行动。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包括菲律宾加大力度曝光说，你看看中国在海上对我们欺负欺凌所以他这个发布有至少8起中国船只的事件就是说你看看中国这个恃强凌弱有来欺负我们。而另外我们看到美国跟印尼的国防部部长前一阵子不是有见面吗？见面完之后，美国的国防部在8月24号有发布了一条新闻，讲到说双方一致认为中国在南海的扩张性海洋主张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的公约这个是所谓的国际法，看起来好像是印尼跟美国已经有共识了。可是中国大陆有一个新的报道，中国大陆驻在印尼的大使馆说，他们去问了印尼，那印尼说上述的内容不属实印尼发布的消息稿中根本没有这个内容，所以各说各话。两国的国防部长见了面，各自发表各自的新闻稿有人讲了说没有，不承认所以到底怎么回事？来，我们先请教亮哥，亮哥怎么看核废水一直到南海的较劲？其实这个日本人叫核处理水啦，这个不能叫核废水，核处理水。对了，日文真的就是这样写，也不能说核污水，也不是核废水，他就用核废水，他就说这个不是只有核废水了，因为之前福岛核电厂有流一些水嘛，所以他现在混在一起，所以日本的意思是说他会处理这个部分，所以它叫核处理水那它的争议在哪里呢？就是东京电力公司当初提了5个方案，结果现在日本政府竟然允许他用最便宜的那个方案。那最便宜的那个方案就排到海里这个当然争议性非常大嘛。事实上，每一个方案都要花不同的价钱那我记得有一个方案是要埋到地底下，那个是最贵的所以并不是没有技术方案，有的。可是人家在生气，就是说日本电力公司既然有提5个方案，你为什么允许他用最便宜的方式来处理？而且他就要排之前，中国跟俄罗斯联合向东京电力公司提出一个方案，说你们可以把它蒸发。那蒸发的话，成本要增加10倍可是即使增加10倍，以目前他遭到的抵制实际上那个钱还是比抵制损失更小。现在损失更大。所以我就跟你讲嘛，这个就是自找的啦。那这个当然会让人家怀疑啦，说你日本政府为什么跟东京电力公司会勾结成这个样子事实上，就有一个韩国的女记者，她追问那个国际原子能总署去做那个调查报告嘛，她直接问结果国际原子能总署那个代表不敢回答，所以你们是不是收了100万欧元？有这样的传言？当然啦，不是这个有一个那个镜头，对啊，他不回答所以这里面就是让人家觉得说，你东京电力公司是太没有诚意了。你既然发生了福岛核灾，你就要有责任多花一点钱来圆满处理这个问题嘛。而且当初日本政府还跟那个美国跟国际能源总署他承诺说我们会把相关的利益方劝说之后我们才排水。那这里面就包括日本渔民包括周边的国家是都没有搞定嘛。那还有第二个日本电力公司现在说
因为人家就说，那我们每天去你那个现场排水的地方来查看，现场抽验做检测，他不愿意啊。日本电力公司怎么说？你他知道吗？说我自己做就好了。他说我每天提供你数据，你不用来了，人家就不信任你嘛。或者说你自己发展出来的那个阿尔卑斯系统，他说可以过滤所有的辐射成分，人家不相信嘛。那你就让人家来啊。他又不让你来，结果日本现在同意韩国每2个礼拜去查一次。OK， 那我们也要啊。我们根本从来没有争取过，所以我现在是跟你讲，日本给韩国是说你2个礼拜来一次嘛，是。可是平常我们每天提供数据给你。那目前就东京电力公司也跑去找中国了，说你不要那么凶啦，我们好好谈一谈嘛。中国就不理他了啦。目前的状况就是如此，是。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角度，你从那个历史整个过程，5个方案你选择最便宜的，人家建议你增发你不要，所以在技术上并不是不能处理，太没诚意了才会引发这个结果了。是没有错。来，严老师怎么看？我一直怀疑就是 IAEA 今天会同意这个，是不是国际的一个大阴谋？就是说，今天为了要这个就是减碳把核能打成绿能之后，还有一些反核人士，这一次就是说，既然日本这个我们讲说排出来这些水都没有问题的话，那其他的一般的核废水也应该可以这么做了。那就是我们没有理由反核了嘛？现在还有什么理由反核？如果今天很多人认为说日本的核食然后它以后这个核废水排出来之后，这一些的海产都可以吃，都处理过了，都是安全的。按像谢长廷讲，还可能对身体有益的话，那我们还什么反核呢？那个是乱说的啦。没有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些逻辑都是这样，那我们全世界都不需要反核了嘛？所以这个有可能是一个大阴谋。我开始怀疑，就是说，国际原子能总署是不是在帮助哪一些团体，就是等于是把这个国际反核的声浪给完全压，因为你今天允许这个，那今天就表示说核能是这个核废是安全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是不是西方国家如果发生这个事情都可以过去像譬如说我们讲说乌克兰这个 Chernobyl 那个情况，那就是绝对不安全。就是我只信任我们已开发国家的这些技术然后如果今天这个事发生在中国大陆，我觉得就请中国大陆也照样做一件一模一样的事情，那看国际原子能总署会不会接受。所以这个是有一点点是国际之间的一个斗争那我觉得说美国今天为了要挺日本，他过去所长期坚持的一些东西，可能也不见得在意了。那这个是比较更危险的，就是如果你其他的一些议题双重标准就算了，今天到了环保，到了跟我们健康有关系的东西，也变成双重标准。我觉得这个是美国应该要带头出来，美国应该反对，因为第一个是到阿拉斯加可是美国第一个赞成。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到了阿拉斯加。至少我在阿拉斯加待过8年，我应该有机会代表阿拉斯加人讲话。阿拉斯加人应该要出来抗议怎么能够这样子就直接特别经过阿留申群岛这样上去？那个都是还会到加州了。对了，还会到加州下来，对不对？对。那我觉得美国也应该有一些抗议才对那否则的话，今天美国今天如果说带头来接受，那别的国家好像包括我们在台湾。我们的政府那么亲美，大概就不会讲话嘛。你一定要有美国很强的声浪。现在台湾就是常常会说，美国如果没有反对，中国大陆反对，我们要是反对，那我们变成跟中共同路人了。其实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有自己的判断。特别我们更近，但是第一个受到影响的是美国，不是我们这边呢。是没有错，因为美国现在的抗议，民间的抗议，我现在看到比较少，几乎没有。那中国大陆的抗议是最严格的，所以谢长廷才会讲说，我们台湾如果加入抗议的行列，我们就跟中共一样，我们就是统派所以不行抗议。大概他的意思是这样。那个文在寅也是吗？对啊，文在寅也是，对啊，蔡明也是吗？就很奇怪我们看到。在台湾的确是这样，你只要跟中国一样的立场，就说你跟中国一起走，我们要跟美国一起走，这个是科学问题，那跟政治也扯上关系。我跟你讲，谢长廷很明显的就是因为他乱讲话被人家轰了，被轰了之后，只要赶快拿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来去故意带风向，把它转移目标。
这是很低级的一种作为啊！你要这样讲的话，那哇塞，在韩国街头居然有这么多人都是中共同路人，实在太可怕。那福岛当地这些渔民也都是中共同路人，那实在太恐怖了。但在中共同路人大概快要遍布全世界，所以我觉得去扯这些东西都没有任何意义，而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有疑虑，就是因为你日本始终没有用一个开放的态度去把所有的东西公开给大家看。如果你一开始就开放，告诉大家说，我怎么处理的，然后我欢迎世界各国都来检验，那世界各国来了之后确认你没问题，那今天都不会有这些事情啊。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大家直接来检测呢？显然就是你自己心里有鬼，你不敢让人家去检测这个东西嘛。那所以我觉得今天会搞成这个样子，我老实讲啦，他们帮东京电力公司省钱，结果呢，整个日本光是日本政府为了就是去宣导这一个核污水没有问题，已经花了700亿日币。那你接下来要花多少钱去？然后日本，我跟你保证啊，至少1年半载之内，它的所有的海产品，不管是出口还是它自己内销，全部都会受到很大的问题，一定会滞销。包括他们自己人，你看刚刚那个年轻人，我要不要吃？我还是考虑一下好了。所以最近有人开始要推出什么，你知道？没有鱼的寿司。没有鱼的寿司。对啊，你可以寿司上面也可以摆水果啊，可以摆什么其他东西，不要摆鱼就好了。很怪吧？那没办法，因为鱼人家不敢吃了。有这个豆腐寿司啊，有。对啊，这都可以啊。所以我会觉得你这样子反而是重创你们自己的水产业。那你有去考虑到这个后果吗？所以我觉得这日本人自己要去承受了。那至于我觉得尹锡悦真的，对啦，看起来他好像在拜登面前好像很受宠，可是问题是你不觉得一个堂堂一国的领袖把自己搞得像小安子小李子一样，这样是好事吗？你是安德还是李莲英？小安子小李子很多人不认得。小影子。对啊，他如果要当小影子，这是你自己国家的国威，你个人选择无所谓，但是你是一国的领导人呢，你做了这种事情，不会觉得丢你们韩国人的脸吗？不过这个很难说啦哦，因为也许这个尹锡悦觉得他是在做对的事，而且尹锡悦他是这个上任的新的南韩的这个总统，他可能觉得说亲美对南韩整体的利益有注意。不过我们再来看看呢，全世界其实还发生非常多的事值得我们来关注。就拿金砖5国现在变11国来说好了，现在新增加了6国，包括在中东、非洲国家就占了5个。而外界看到的是什么？中国大陆在埃及、伊索比亚、苏丹这里的一个争执啊，包括尼罗河大坝、复兴坝的争执，增加它的谈判筹码。它过去呢可以看到历来就跟苏丹还有伊索比亚建立外交还有经济伙伴关系。那现在这个大坝过去因为会影响到埃及的水霸权的地位所以埃及其实蛮反对的。可是现在中国介入或者它的影响力在这几个国家里面的谈判中更加的举足轻重了因为包括其中有2个国家现在都是金砖国家的一员。而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在非洲其实已经经营非常久了，可是现在有一个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在北京周一起一连6日李尚福中国大陆的国防部部长还会做主旨发言，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呢，中国大陆近50个非洲国家跑去那里与会大概都是他们的国防部长以及军队的领导人。而另外我们看到中文过去一段时间在全世界那当然透过孔子学院的这个推广已经很多人在学了。可是现在我们看到沙烏地阿拉伯还把中文作为必修课，它规定所有公立和私立的中学要开设汉语课程每一个礼拜安排2次。而您看到包括这个习近平也在这个沙烏地阿拉伯这里跟他的王储握手，有一些所谓的建设交流的项目跟计划。另外我们看到中美2国的贸易跟商务方面现在雷蒙多已经降落在北京了，已经抵达北京了，展开4天的访华之旅了。您看到雷蒙多的座机一抵达北京，现场没有铺红地毯。可是中方还是派出了商务部美大司的司长林峰到场接机，这个规格没有降级可是外交上面大家认为人数不够多，
雷蒙多跟林峰两个人交流对话将近2分钟，您看到两个人边走边谈啊，看起来气氛是很不错的。这也是美国6月份以来派出的第4位高官访华，先前分别是布林肯、耶伦跟凯瑞啊，那这个他们都来访问中国大陆。必须讲哦，美中关系，那当然对于世界的外交的关系来说是重中之重。雷蒙多在上海之行前，在北京见面了王文涛。您看到王文涛说，中美经济关系不只关系到中美2国，还关系到其他世界，没有错，其他世界国家都是牵一发动全身。而雷蒙多自己讲，世界上最大的2个经济体要保持稳定的经济关系极为重要。这都是场面话吗？他们私底下有什么样的协议呢？我们看到雷蒙多的行程，今天还会见到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还有副总理何立峰，然后明后天在上海访问上海纽约大学以及上海波音公司。我们看到这个在雷蒙多访华前，其实拜登有做3招示好大家认为是示好，包括把27家中国实体移出未经核实的清单，本来要制裁，现在不制裁了，还有恢复中国航司，本来把它取消了，现在又增加6个中美航班，以及我们看到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主席葛世伯先访问中国，然后见了李强，为雷蒙多来铺路。中方也有回应他恢复波音737 MAX 的交付，所以看起来气氛不错呀。亮哥你怎么看？我实际上还有一个更大的善意啦。什么善意？那个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美国要延长6个月。那本来已经到期了。而且到期通常就是续签5年啦，这个每年都是这样啊。可是这一次国会要审，所以就比较麻烦。这个是根本性啊，这个如果没过，中美真的就脱钩了。所有的大学的理工合作全部都停了啊。我觉得是这样了，雷蒙多他是被邀请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手上的议题最多了。我的意思是说，中美纠结的议题这个商务部长是最有空间互相有让步的啦因为比如说叶伦的议题就是美债嘛，那个很麻烦，那个意识形态太重那另外是贸易战的关税要不要降这个恐怕要拜登自己拍板。可是商务部不是，商务部扯到的是你已经制裁中国企业700多家，那至少可以拿一点来取消制裁吧那500多个人是黑名单，这个也比较容易处理吧那他要跟中国要的东西也很具体说你可以买一下我们波音737 MAX 因为本来有订单你给人家停了嘛是然后这个美国市场准入的问题嘛然后是不是买点大豆然后最近还传出了说希望多一点陆客去美国玩之类的观光嘛那当然有一些比较，他也要见美国商会，因为他来4天是。那主要就是因为美国有很多大型的金融服务业在中国大陆面临极大的困扰，那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国安红线的问题了。因为他们在中国大陆聘了很多中国籍的雇员，那最近有些人被抓因为他很多都是做公司的调查嘛，因为要提供给投资人做参考的那可是有些都是高科技或者有军工的，坦白讲，就有一些敏感的灰色地带。那这个到底跟反间谍法它的明确界限在哪里啦？目前美国的公司非常的困扰，而且据我了解是有一些大型的投资银行干脆就暂停暂停雇用，叫大家回去休息就不知道怎么营业了。所以我认为这一点大概是 Raimondo 他要跟美国商会谈一谈，然后也要去跟中国商务部沟通，然后把那个明确规则给画出来。这个就蛮具体的，等于是帮助他们美国的商业的一些公司在中国的一些困难，也要去沟通一下。因为真的会碰到红线所以最近美国的，比如说4大会计师事务所啦，还有投资银行啦，那现在在中国要做一定的调查都变得就好像到处都是红线很容易踩到。对，那就会怕嘛，就是怕。所以我是觉得有很具体的问题，双方有让步的空间大概是这样。是。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好，我们请严老师帮我们分析一下中国大陆跟非洲的关系越来越近了。哦，我觉得中国大陆过去都是以经贸啊、外交为主轴嘛，但是就是你看它这个中非合作论坛从2000年开始啊，已经主办了7届了，就是这个是它固定的，然后有固定的这种企业家的这种聚。那也有一些青年的论坛啊等等，那这个安全啊，跟这个我们讲说和平论坛，大概就是4年前2019年开始第1届，那现在这一次是第3届，那就表示说中国大陆啊真的是有一些考量，什么考量呢？觉得说，今天这个安全东西还是可以来保障它的经济利益啊，毕竟。包括我们讲说亚丁湾啊等等这些过来，它大陆有很多的这个商业的利益在非洲，那我觉得它需要有一个军事啊做一个保障。那另外就是很多的侨民嘛，大陆大概有100万的这个非洲大概有100万的大陆侨民。上次我们看到10几年前利比亚发生颜色革命的时候，大陆要撤侨，所以它也要这个军事上面要有一些东西。那另外当然。对大陆来讲，非洲还是一个就是可以透过军事来强化关系，这个就是现在俄罗斯在做的嘛啊。那最后当然就是觉得说，你可以透过这样一个论坛来建立国际的影响力，就是说我今天有这么多国家跟我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对话，但事实上啊，我觉得说大陆它在执行这件事情上面，就以后会。产生的效果蛮多的，就是它有一个可以提供，因为大陆现在是非洲大概第2大的武器供应国，大概已经有20几个、30个国家，很多的武器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啊，所以它有提供武器、提供训练，然后呢，它又参加了好多个维和部队。所以他今天有正当性，就是比如说他在马利，比如说他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在南苏丹，他的军人都有参与。过去他在西撒哈拉这个地方，那个指挥官还是大陆人，所以就表示大陆，因为你知道联合国维和部队欧美国家有点尴尬在非洲，因为人家说，哎呦，殖民国又回来了所以一定是你看最多都是第3世界的印度、巴基斯坦。这种去就比较不会有争议。那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大陆现在在非洲不是有一个吉布地的一个军事基地吗？他其实还希望在大西洋沿岸这边也有这个是靠近红海，那他希望在大西洋这头。那我们过去的邦交国圣多美普林西比也被他相中了奈及利亚也有可能，所以他希望能够在西岸这个地方也能够有军事基地，所以整个扩大合作，我觉得他跟俄罗斯不太一样，俄罗斯是点的，那他可能是全面都希望能够慢慢在非洲，不仅是经济，不仅是这个外交，然后军事也有影响力。是，所以美国看起来就蛮忌惮的，美国很担心的。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请教彬哥怎么看呢？我觉得埃及、索比亚、苏丹这个大坝的争端如果真的能够恢复谈判，而且能够谈出一个结果来讲的话，那其实就意味着就是中国大陆大概是在现在的中东跟至少非洲这2块地方，它大概是最能够说得上话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进展，因为过去几十年人家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它一个一个都能解决。那这一定会让美国更加紧张。美国大概会有更多的动作会出来，大概也不会让他这么容易如愿。而且我觉得这个谈判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他们能够解决这些争端的话，因为中国大陆其实自己跟印度、跟中南半岛这些国家也有类似的争端，那是不是如果这边能够谈出一个好的结果，那就循这个模式，能够让他跟印度跟中南半岛这些国家也能够谈出一个新的模式出来？不然的话，这些国家对中国大陆一直控制的上游水源也是疑虑很大的。那当然恐怕进展没有这么容易就是慢慢去谈就是。那至于雷蒙多这个东西呢，双方看起来都有释出善意，可是有释出很大的善意吗？好像也没有。就是都是在某一些其实可让可不让的地方，我就让你一点点这样。比如说他那个所谓的未经核实名单，就是我本来还没有确定我一定要制裁你，然后我现在就暂时先不制裁了。就变成这样，
那波音那个737 MAX 是本来的订单，我直接挡掉，那现在重新再出货。可是波音现在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是你要继续跟我订啊，你要多跟我买新的订单。但是恐怕就没这么容易了，因为第一个就是他已经跟空巴订了这么多的飞机。然后你在他短时间之内，他要再去订这个吗？我看他也未必会。而且他们自己在造大飞机呀，他的大飞机没有那么快，还没那么快。其实没那么快，因为他现在7919是中程的嘛，他的大飞机目前还在测试的阶段，那个要等到试航，那个都要非常久以后的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说，他们当然可能会保留一部分的份额，但是其实这就是他手上跟美国谈判的大筹码。所以就是看你美国到底要对我做什么让步嘛。那以飞机这种大单的话，美国一定要做比较重大的让步啊。可是你觉得美国最近会做什么重大让步吗？我看不太容易。我觉得美国一些小的让步，一些灰色地带就模模糊糊，大家就不要再提了，也许可能。但是你说要很直截了当的去做某一些让步，我觉得很困难，因为拜登自己本身也要连任的压力，他必须要应付在野党的一些指责。那之前来了几个，包括凯瑞都被人家骂了。所以联盟多自己也这次讲了，他念之在之，就是国家安全我要摆在第一位啊，就是这样的。那问题是，当你把美国的国家安全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很多东西就变得很难谈。半导体的东西怎么谈 ？AI 人工智慧的东西怎么谈？其他相关的这些高科技产业的东西到底怎么谈？然后我觉得这个恐怕都没有这么好解决。所以在我看来，这次联盟多去，也许双方会稍微缓和一下，但是你说要直接两个破冰，然后重新融合，然后习拜会就非常顺利展开，我看也不会这么简单啊，恐怕中间还是会有一些波折。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资深媒体人夏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赶快来关心，今天早上郭台铭他已经正式宣布要参选为这个2024总统候选人、参选人这样的身份。他说他的参选是为了要整合在野是这样吗？他还讲我是这个所谓主流民意大联盟的召集人，所以我是为了促成在野阵营的整合，在野不整合就便宜赖清德。可是普罗大众的看法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到郭台铭进一步说，他会邀请侯友宜、柯文哲坐下来谈，你喝咖啡，我喝奶茶，来商谈国家大事那他伸出了橄榄枝，可是另外一方面，他的参选又会搅动了这一战局我们看到 PTT 的乡民刷了一排都怎么说呢？说哎呀，比赛结束，恭喜赖清德，包括你看看，恭喜赖总统，恭喜赖总统务必帮郭董联署我们看到了这个也有人说你要不要组成丑女大联盟，各种各样的讽刺的语言都在网络上面集结不过我们来看看呢，因为郭董他自诩他是在野联盟，或者是说民意大联盟，他最懂民意。可是如果你问一般的民众，问一般的老百姓，到底谁最了解民间疾苦呢？这是来自于台湾民意基金会8月份的调查大部分的民众3%6%的人认为最了解民间疾苦的是赖清德，柯文哲有27%的支持率，有15.4%的人认为是侯友宜所以大家也参考看看民意民意的走向是这样。而另外，郭台铭在今天的记者会上被路透社的记者问到一题问他说：“如果你郭台铭当选的话，中国要给你设压力。”应该很简单，因为鸿海在中国的投资也很大呀，所以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来看看郭台铭怎么回答。如果中共政权要说你不听我的话，我把你鸿海财产没收，我会说 Yes, please do it。如果我牺牲我个人的财产，他不要来打台湾，我愿意重新做我的模具工人。好，郭台铭说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财产来保护
台湾的安全。听起来好像蛮伟大的哦，可是今天鸿海也发出了声明，他说鸿海目前有超过80万名的股东，公司本身是属于海内外全体投资大众所有的拥有的资产。郭创办人在4年前已经交棒了，未参加公司的日常管理哦，所以鸿海不会参与政治活动。很显然的，要划清界限，商业的归商业，政治的归政治。我们来看看呢，包括很多蓝营的焦虑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了。有一名老国民党员啊，这个赵春山赵老师，他上这个直播，他讲出了肺腑之言呐、他说：“我烦死了，我烦死了，我很多蓝营的朋友烦死了，对这次选举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是老国民党，我就是国民党，但是我烦死了，好不好？哦，所以他在喊话啊，他说啊，国民党有14个执政县市，40几个小鸡哦，你要不要负责任呢？他到底对谁喊话呢？哦，大家看一看，想一想。而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刘家昌啊，这个过去的一个老的这个作词作曲人，也是一位导演，他忧国忧民啊，他也跳出来喊说，拜托找韩国瑜出来。这个他指控这是朱立伦侯友宜为春秋大梦牺牲100万蓝军他在召唤谁？召唤韩国瑜。可是这个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觉得韩国瑜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怎么办呢？来问问看亮哥，最足智多谋的亮哥怎么看这一局啦？尤其今天郭台铭出来，是搅局吗？还是真的就像他讲的，会把在野全部凝聚在一起？我拉出来的第一个效应就是置之死地嘛，就3个人都完蛋了，这样，就是3个人单独都不会赢，所以乍看之下就是对赖清德极为有利嘛，所以今天所有的人都在恭喜赖清德当选可是这个置之死地会不会而后生啊？而后生就是国民党内部就会有很大的焦虑了，就说是不是大家一定要想想办法之类的实际上我也看到民调了，比如说刚刚那个赵春山老师说烦死了，所以我就看到赖清德的民调，美丽岛冲到42.5。我跟你讲，因为蓝营的有些是很火大，就说我支持赖清德这样，当然有这种人你说在民调的时候故意这样回答，就很烦嘛，就说你们到底要烦到哪里了？然后侯家柯还小于赖清德这样，我觉得最近的民调一定会有这个现象，就是赌烂嘛，就觉得你们到底在干什么？搞成这样这个当然有好的部分，也有坏的部分这个我们讲坏的部分就是大家都打死嘛，置之死地嘛。那接下来就变成说，那大家要不要来好好真正的协调了那我跟你讲这个的麻烦地方就在于，这个事实上我也在媒体上公开讲我说3个人如果还不能确定正负那好歹大家先讲一个态度的表达嘛，说我不一定要做正的，成功不必在我。3个人可不可以都讲这句话？然后再定个最后的 deadline， 那个时候看谁民调高，那正负就排序出来。那现在大家见面就先讨论一些，比如说，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到竞选到那一天，假设那天是11月1号了，那到那一天之前，我们互相不攻击，定一个日期出来。对，然后。我不一定成功，不一定在我，我不一定要当正的。然后接下来就是大家定一个竞选过程的游戏规则，就说，我们不要互相攻击，就团结对民进党啦，那第二个就是大家来找一下共同理念吧，共同的政策交集吧，比如说两岸和平啦、能源政策啦、成立特侦组啦，这个大概会有交集嘛。我是觉得说，还是有一些事可以先做啦，可是。最终还是回到那个态度上了比如说郭董你叫主流民意联盟，可是你民调最低耶，为什么你叫做主流民意联盟呢？这个是不是意味着你非当正的不可？你是不是有这个意思那这个当然会让人家有这种感觉嘛。那我大概10天前我见到柯文哲，柯文哲也私底下问我他说。难道国民党有可能当副的吗？你看他们的想法都很像，都在想说对方有没有可能当副的吗？对不对？所以柯文哲也要踩印他也要说国民党也不可能让那郭台铭也不可能让，
所以我当然要说我选到底嘛，所以目前的局面就是这样嘛，3个人都说要选到底嘛。我跟你讲啊，我在学校是教冲突管理啊，通常碰到这种状况，我们就要找一个引导人。我们有一门这种课啦，叫 facilitator 啊，就那个人要有一定的分量，然后来帮大家协调出最后那个目标了啊。那可是他就是要来定那个关键的东西嘛，比如说我刚刚讲时间，11月1号，那规则就是到那一天大家比民调嘛。那你如果不相信民调，那就比5家好不好？5家平均，大家挑出来可是这个引导人要在那边当公正啊，是公道伯，大家都同意哦。对，这样哈。我认为以国民党目前的情况，最适合当这个公道伯引导人的人就是韩国瑜。韩国瑜，对，我认为就是韩国瑜。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找朱立伦啊，或者王金平啊，或马英九啊，因为他们跟柯文哲没有交情啊。韩国瑜是这3个人他都有一定的交情，是。那我也认为这个人公正是没有问题。就说你一定要想办法设计出这样的东西啦。坦白说，你现在真的需要谈的就是，比如说郭台铭今天就给人家宣布参选了，那侯正营就觉得说啊，不是要喝咖啡吗？喝咖啡前几天你爽爆惨算哦，那这个咖啡要怎么喝啊？这样他才能平起平坐嘛。OK， 都是候选人嘛。好吧，那我们就来谈喝咖啡能谈什么嘛？是不是先谈一下这个竞选的游戏规则？对不对？然后共同政见，对不对？那至于是哪一天，大家来做民调，来确定人选的搭配啊。是。那个我估计第一次谈不出来啦，因为侯友宜9月14号要去美国嘛，9月22才回来。是啊，我坦白讲啊，我们就政治的现实面来推，侯友宜一定是美国回来之后才有可能跟你谈人事啦。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他的民调有机会上升啊，因为他要访美嘛，所以他会觉得这个是一个造势的过程。我坦白说啊，通常要谈人事，一定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他到最高的时候来谈啊。那比如郭台铭现在一定不认说，我为什么是第4？搞不好我跑一跑，我宣布了啊，那民调会上升啊。连林俊宪都不小心说出来了啊，说现在绿粉有一堆人会说郭台铭啊，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接下来看民调了，如果赖清德的民调掉下来，都跑去郭台铭那边，那就表示绿营是故意的，就故意找人去冲高他的民调哦。来请教这个彬哥，你赞同吗？找韩国瑜出来当统姑，当公道伯，然后3个人坐下来好好的谈，来竞赛。如果3个人真的有心愿意谈，韩国瑜也愿意出来，这个没有什么不好。但是问题就在于说，会不会谈完之后，郭董回去想一想，又忘记这件事？这个就是最麻烦，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改变主意啊，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大家彼此能够对对方信赖的这样的一个场合的时候，这个一个状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要谈是有点困难。说真的，有点困难。我个人认为，今天郭董，我是一直希望他参选的，因为不要在那边拖来拖去，在那边爽爽快快，就参选就参选嘛，我觉得也 OK。那我个人认为，郭台铭今天的参选反而有助于国民党会先跟民众党谈，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因为你要说真的要跟郭董谈，你现在不知道郭董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因为他一下说他这样参选就是要促进在野联合，可是呢说要喝咖啡的时候说你们喝咖啡我喝奶茶，他说他不喝咖啡啊，对啊，所以意思就是你们2个喝咖啡叫我喝奶茶，所以要谈的我不知道，在我的感觉可能我心太多，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要谈的是你们2个，我不用谈了，因为他就是要当正的嘛，就是这样子而已嘛，所以你们2个谁要当副的自己抽签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还是用宝波也可以啦。所以我觉得，如果信赖基础如此之低的时候，现阶段显然不适合谈。那刚刚亮哥说到一个重点，郭台铭今天有记者问他说：“我现在民调，我还没有宣布参选，民调就已经10%几了。然后我如果宣布参选之后，你再让我冲一阵，对不对？我相信他民调会起来，我也完全相信，因为光是深绿郭粉就多少人会投他了，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一定会起来的啦。”只是问题呢，起来是真的是假的，是另外一回事嘛。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大家去思考。但是这是一个契机，就是至少蓝跟白这边，我觉得遭受这个刺激，会先更有想谈的欲望。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可是能不能谈成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彼此之间的立足点还是不太一样嘛。那郭董不是那个柯文哲，当然除了自己要选上总统之外，他也希望能够再极大化他的民众党啊。那对侯友宜一样，国民党是个百年大党，他也不可能所有东西全部都放掉，所以双方要怎么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那尤其是大家现在要冲，可是像刚亮哥讲的那个时间点就有点尴尬，为什么？因为侯友宜9月24号才会回来，可是9月17号就要开始连署了。对啊，郭台铭就要开始9，对啊，对，所以就是他变成郭台铭第一个，他要决定一个副手哦，不是像今天随便又放个消息说是高金素梅哦，你这次要因为你要有一个正式的副手，你才能连署嘛。有一个人他在接触，对啊，所以这个人能不能成？不是高金素梅，然后你推出来之后，对郭董来讲，尤其是这段时间，现在到9月初，他的民调应该是呈现上升趋势，然后对他来讲，他对自己的期待值一定也会很高啊。所以我觉得你如果不让郭董去冲一波，他应该不会甘愿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虽然能够尽早谈当然是比较好，可是我认为如果按照这个态势，恐怕要拖到很久以后，可能要到10月才有机会真正谈。我认为以目前的时間點算起来，恐怕会是这样。来请教严老师怎么看？我想，如果郭董要喝奶茶哦，那就跟赖清德喝嘛，因为赖清德不是对，要喝真奶嘛，喝全糖，全糖的。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可以讲一些，就是说，我们可以坐下来喝杯茶，不需要这样讲。你们喝咖啡，我喝奶，我觉得这一点就是这个就是感觉上不够真诚啊。但我觉得郭董应该讲是说，不是什么好像主流民意怎么，你就讲一个说我们这个是沉默多数的代表，中性一点，中性一点啊，或者你要是要更狠一点，就讲说我们这是赌烂多数啊，这也可以。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看起来你排的最后，你就不是主流，你说代表一个，因为很多人没有讲话的，那我觉得这个可以用这个沉默的，或者是说赌烂的，大家都不爽嘛。就像赵老师讲的，就是大家都这个非常的焦虑啊。没有，可能对国民党也不满，对民众党好像也不是见得觉得说有抱着很大的希望。那这样子就当然是送民进党继续执政。可是郭董，我觉得他要表达这个东西啊，你这个气势等等，对不起啊，你应该根本就不要参加国民党的初选，你根本应该在对大家之前啊就应该就宣布啊，因为我觉得郭董也不是没有做功课。如果你真的有这个雄心，我一直讲他好像也做了很多，然后去铺陈讲了很多的政见，然后包括他的金门宣言等等。如果你有一套东西，根本现在拿一本书出来嘛，就说郭董的执政的蓝图已经现在都出来了，你老早要预备，你是想选的。我觉得你不是这样子，等于是说先看看国民党这条路通不通，结果不通了以后又不爽，然后又觉得说侯友宜好像也不是那么强，所以我一定要在这里头要继续缴获。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你做生意的应该是蛮有这个远见啊，推荐就是说有一个计划的，而不是这样子，就是等于是走一步算一步。我觉得他现在是走一步算一步。那如果今天侯友宜去了美国回来，侯友宜又觉得说自己声势有点上来，那更难谈了。是，不过我们还是一样这个还是要持续观察这件事情啦因为现在距离总统大选投票还有4个多月也许再过1个月，再过2个月，事情有大的翻转。这都不一定